两个竹马再一次因为女主将我扔下了马车。陛下哥哥震怒，下旨赐死二人。他知晓我心悦他们，准许我从二人之间选一位做驸马，可免于死罪。我纠结不决时，眼前出现弹幕：死女配看着江公子干嘛？他是金科状元，和他这个草包公主连共同话题都没有。人家跟女主吟诗作对的时候，他只会吃绿豆糕，娶她就是毁了下半辈子。江公子宁愿今日死在这里。宋小柿子头都快埋进地下了，他宁肯掉脑袋，也不想让女主误会，巴不得死女配别选他。我猛地抬头，果然他们一个躲避我的目光，一个死死低着头。女配看看克制隐忍的哥哥吧。封批陛下喜欢他10年了，今天他选谁，他杀谁。一旦女配真选了，晚上就会落到个瞳孔失焦的下场。我猝然转头，高位之上，陛下嘴角噙笑，幽深如墨的目光看着我，像饿狼锁死了喉咙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因为我没给赵婉儿准备她喜欢吃的桃片糕，两个竹马在半路将我赶下马车，我徒步走了5个时辰才回宫。陛下得知震怒，江令周和宋昭脊背挺直地跪在地上，赐死圣旨一下，两人脸色骤然失色。朕知道你心悦二人，你从他们之间选一个做驸马，朕免他死罪。可我一个都不想伤害，我犹豫地看向他们，纠结不决时，眼前浮现出一排排弹幕。不是吧？死女配为了能嫁给他俩，竟然让陛下用性命威胁。江令周和宋昭喜欢的都是赵婉儿，肯定会宁死不屈，到时候女配舍不得他们死，一定会和陛下求情。死女配还真选起来了，不知道这两人都嫌他会气吗？女配能别选江令周吗？他需要的是一位能和他谈论古今的妻子，不是对牛弹琴的公主。我记得上辈子女配选的就是江令周，结果成亲后江令周夜夜留宿书房，后面干脆搬出府去和赵婉儿住，女配最终落得个郁郁而终的下场。她死的时候，江令周正陪着赵婉儿生孩子呢。看到弹幕上的话，我痛到窒息，下意识看向江令周，他以为我要选他，当即蹙眉，朝陛下行了个礼，回禀陛下，臣已心有所属，不能迎娶运安公主，愿一死谢罪。江令周不怕死吗？当然是怕的。他本来还担心陛下是真动怒了，可听到让公主择驸马的话后，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变成一副就知道是这样的不耐烦神色。公主为了嫁给他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竟然让陛下假意赐死，逼他妥协。江令周的话像锋利的钝刀，狠狠捅入我心脏。我将目光移到宋昭身上，宋昭上辈子为了赵婉儿一生未娶，宁愿抗旨不遵，也绝不娶女配。他将赵婉儿的孩子当成亲生子一样培养，心甘情愿用家族势力庇护母子二人。我朝律法外事不得扶正，宋昭用一身战功换取赵婉儿嫁给江令周，成了状元夫人。宋昭厌恶地将头低下，左手握拳行礼：陛下，臣亦有喜欢之人了，求陛下治罪。我指尖掐进肉里，心脏像被针扎一样。皇兄连一个眼神都未曾看他们二人，他轻轻催促我，似笑非笑：运安，想好选谁当你的驸马了吗？我刚开口，江令周和宋昭就一起看向我，神情同时紧张起来，生怕被选中的人是自己。我只不过是在江令周身上多停留了3秒的目光，他便黯然地垂下眸子，眼睛像是撒了一层灰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女配别选江令周啊，他只有和赵婉儿在一起才会真的开心。心疼江令周，刚才他察觉到女配的目光，眼睛一瞬间失去了光亮。明明就差一点，江令周就能和赵婉儿在一起了。昨晚两人都交换了定情信物，偏偏被女配横插一脚。宋昭要不是看在她是公主的份上，连和她说句话都觉得恶心，偏偏死女配意识不到两人有多厌恶她。原来他们二人根本对我无意。我正欲开口和皇兄说谁都不要时，弹幕吵得更加激烈。傻 X， 他还真以为陛下让他选驸马呢。女配快看看克制隐忍多年的陛下哥哥吧。封批陛下喜欢他10年了，今天他选谁，他杀谁。这殿内有一处地下室，一旦女配真选了驸马，晚上就会被关进去，落到个瞳孔失焦的下场。
女配被关起来也挺好的，让他们3个好好过日子。我猝然转头看向皇兄，高位之上，他的眼神正幽深危险地盯着我看，狭长冷淡的眸底尽是深沉墨色。皇兄喜欢我10年了，那岂不就是我刚到太后身边那年他就……我并非皇室血脉。8岁那年，父亲奉皇命去临安治理水患，却遇到暴雨，堤坝崩塌，他被急流冲走，尸骨无存。母亲得知父亲遇难的消息后，急火攻心，随他而去。陛下心存愧疚，将我封为公主，交给皇后，也就是如今的太后抚养。我和皇兄虽说同在太后膝下长大，可他自小便学着处理政务，经常忙得大半个月见不到人，我们算不上有多熟悉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我压下心底的胡思乱想，对皇兄说，他们2个我都不要了，我已经不喜欢他们了。什么情况？女配怎么突然谁都不选了？他不会是知道地下室了吧？我看这就是他欲擒故纵的新手段，故意说不喜欢了，好刺激江令周和宋昭的占有欲。他打错算盘了，江令周和宋昭巴不得趁这个机会赶紧和他撇清关系。陛下挑眉，似乎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答案。看样子地下室那些东西暂时是用不上了。江令周跪在地上的身体明显怔愣了一下，想到这可能又是我勾引他的新把戏，低头一言不发。陛下屈起指骨轻扣了2下檀木桌子，似笑非笑的眸中藏着探究。怎么不选了？是因为这2人你都喜欢无法抉择，想让朕将2个都赐给你？弹幕的话令我心有余悸，我仔细琢磨好话语，开口。状元郎和宋小世子心有所属，他们喜欢之人不是我。即便皇兄赐婚，可强求来的婚约不会幸福，既然这样，我要他们做什么？所以你是打算循序渐进，让他们喜欢上你之后，朕再赐婚？这语气听起来怎么阴阴沉沉的？不是的，皇兄，今日江令周和宋昭将我赶下马车，徒步回来的5个时辰里，我一个人想了许多，攒够了失望，突然就不喜欢他们了。江令周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番话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。宋昭跪在地上，面露嗤笑，明显是不信。皇兄端坐在龙椅之上，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。既然公主一个都不选，那就按照旨意，江令周、宋昭冒犯公主，以下犯上，不敬皇室，立即赐死。太监端着毒酒过来，2位，请吧。江令周眼皮颤了一下，他抬眸看着我，嘲弄地扯了扯嘴角。公主您赢了。我疑惑地看他，您做这一切不就是想看我妥协，盼着我走投无路，然后求您替我向陛下求情吗？您赢了，现在您可以替我们向陛下求情了吗？恶毒女配赶紧去死啊！她竟然要敲碎江令周的傲骨，逼他求他，这跟直接杀了江令周有什么区别？就算女配用皇权逼迫江令周娶她，也只能得到江令周的人，他会替赵婉守身如玉一辈子，绝对不会喜欢上女配的。等到女配和上辈子一样无儿无女，抑郁而终，我就大快人心了。我轻轻蹙起眉头，我没有，如果你觉得我是在逼你，那我现在就可以离开，等你喝完毒酒我再回来。女配在说什么鬼话？她是被人夺舍了吗？那可是她最爱的江令周啊！我就不信女配真的敢离开，她肯定是看到赵婉和他们共乘一辆马车回来，拈风吃醋了，想用这种办法逼江令周哄哄她。江令周前几日哄赵婉，那是人家之间的情趣，女配竟然还攀比上了，也不看看江令周愿不愿意哄她，真是搞笑。江令周脸色难看，运安公主，您能不能别闹了？我不想再理会他，看向皇兄，若无事，臣妹想先回宫。陛下神色淡然，眼底却闪过一丝笑意。我行了个礼，转身往外走。门外，被侍卫按在地上跪着的赵婉挣脱束缚，径直跑进殿内，与我迎面撞了个满怀。公主，我恳请您救救令周和阿昭吧，我愿意成全你们，自此永远离开京城，再也不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江令周眉头紧锁，立刻紧张地开口：婉儿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快出去。赵婉儿轻轻摇头，哭得楚楚可怜。你们都是因为我才落得这般田地，公主殿下，恳请您向陛下求求情，我愿意替他们饮下这杯毒酒。
我停下脚步，冷笑。好啊，既然你要揽下这以下犯上的罪名，本公主成全你。李公公，将毒酒给赵姑娘。李公公向陛下投去一道询问的目光，见陛下应允之后，这才将毒酒换了个方向。赵姑娘请。赵婉瞬间怔愣，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是我看错了吗？我怎么看到赵婉明显愣住了，好像根本没有要替他们两个喝毒酒的意思，感觉就是客气一下。原来不止我看出来了，赵婉不会以为女主会和前几次一样，主动去向陛下求情。她提出替喝毒酒其实是为了抢占功劳，但是没想到女主真的会让她替喝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面对死亡会不害怕？婉儿虽然是女主，但也是个普通人啊，还不能让她害怕一下吗？明明是死女配的错，为什么要怪到婉儿身上？如果不是她仗着公主的身份不放手，他们三人早就过上幸福日子了，又怎么会落到今日生离死别的地步？宋昭眼睁睁看着2杯毒酒被摆在赵婉面前，她额头上青筋暴起，挣扎着想要起身。婉儿，别喝，不准喝！她怒目圆瞪地看向我，厉声道：运安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伤害婉儿。可她一个人如何能敌得过10几名侍卫，只能被死死按压在地上。赵婉儿哭得我见犹怜。令州、阿昭，这辈子能够遇到你们，和你们成为挚友，我此生无憾，愿我们下辈子还能相遇。他抬手去端酒杯，颤抖地停在半空中。江令州望向我，带着几分妥协说：公主，臣愿意迎娶您，这件事能否就此作罢？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江令州脸上这般恐慌。死女配就非要拆散江令州和赵婉才算开心吗？又不是第一次被扔下马车了，不过走了5个时辰而已，又没受伤，女配一定要闹出人命来才满意吗？江令州娶了不爱的女配后，他后半辈子都不会再开心了。3项奔赴的爱情被女配给拆散了，他们3个之间从来都不是单方面付出。赵婉儿愿意替他们喝毒酒，江令州和宋昭愿意为他娶恶毒女配。就在这时，侍卫进来汇报江相国和宋国公求见。赵婉儿悄悄松了口气，还好她让侍女去报信了。2人进来，径直跪在地上，后背的官服全部湿透。宋国公，陛下，臣教子无方，罪该万死，求陛下念在臣只有这一个儿子的份上，饶他一命。臣愿意交出兵权。江相国，臣愿用官位相抵，辞官隐退，从此不再过问朝堂之事。陛下神情冷漠地扫了他们一眼，眉宇间透着不容置喙的决断。既如此，就依你们所言。至于他2人，杖责200。我在心底暗自思忖，原来皇兄此举是为了收回这2人的兵权。就在我走神时，殿内只剩下了我们2人。他一双好看的桃花眼半眯起，收回兵权只是顺带，朕今日主要是想给你出气。我愣了下，难道弹幕说的都是真的？我微微点头。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去找过江令州和宋昭。2个月时间转瞬即逝。这天我陪太后用完膳，在御花园闲逛，想到皇兄这段日子每天都来找我，各种稀罕物件全都一股脑地送进我宫里。弹幕更是彻底放飞，越来越黄，全都是虎狼之词。我不禁认真思索起和皇兄的关系。我皱眉的样子看在弹幕眼中，却被曲解成另一番意思。看来女配很快就要忍不住去找江令州和宋昭了。那天我看女配决绝的样子，还真以为她放弃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女配可是连传家玉佩都给江令州了。她就是想闹脾气找存在感，没想到江令州根本不在意她。这段时间都是女主在照顾他们2个，3人在青屿巷买了个院子，已经住到一起了，生活得十分滋润，女主千万别去祸害他们了。看到这条弹幕，我想起来确实有这回事。几个月前，赵婉儿整日黏在江令州身边，为了宣示主权，我强迫江令州将玉佩带在身上。不行，我要去拿回来。我带着身边的小乔出宫，顺着弹幕提起的青屿巷找过去。我靠，女配是怎么知道他们3个人住在青屿巷的？按照女配对江令州和宋昭的占有欲，肯定一直派人监视着他们，知道他们住在哪自然不是难事。我还以为女配能忍多久，
这不又迫不及待找过来了。我推门进去，满院子鲜花被打理得极好。江令洲正下厨给赵婉儿做桃片糕，宋昭在舞剑。听到开门声，三人齐齐看过来。江令洲眉头紧皱，顾不上厨房还在烧火，挡在赵婉儿前面，语气冲冲地说：“公主不是说不喜欢我了吗？怎么知道我和婉儿住在一起，又找来做什么？”我指着她腰间挂着的云纹金珠玉佩，淡淡一笑：“既然你和赵婉儿互定了终身，我是来拿回玉佩的。这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她说日后遇到相伴一生的人，就将玉佩送给她。是我听错了吗？女配不是来认错的吗？怎么又要回玉佩了？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江令洲的注意呗。如果江令洲真把玉佩还给他，女配肯定不敢拿回去。死女配又嘴硬了，她说两句服软的话，江令洲不就原谅她了吗？江令洲明显怔愣了一下，你怎么会知道？那日在御前，你是因为这个才说出那番话的。赵婉儿款步走来，轻柔地挽起他的胳膊，声音温婉：那晚花前月下，我确实和令洲海誓山盟，互定了终身，多谢公主愿意成人之美。他朝我行了个礼。江令洲没有说话，一脸凝重，抿着唇若有所思。我面无表情，既如此，那便将玉佩还给本公主吧。江令洲眼底是浓浓的不相信，他嘲讽地勾了勾唇：公主一直这么演戏，不累吗？这次为了逼我服软，连玉佩都舍得要回去了。我看他没有要摘的意思，凑过去拽住玉佩，一把扯了下来。江令洲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这可是公主自己拿回去的，日后我可不会再佩戴。我扫向他们三人，声音冷下：你以后没资格佩戴这块玉佩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追着你们，我们再无关系。我无视身后脸色难看的三人，转身离开。金銮殿内，刚从地下室走出来的谢无眼，听到侍卫汇报我出宫找江令洲后，周遭气息瞬间沉下。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，低沉嗓音在偌大的殿内回荡：韵韵，你还真是不乖啊。我从江令洲那里离开没几步，就被人从身后打晕。死女配终于被关进地下室了，再也没人打扰他们仨过日子了。好激动，瞳孔失焦的名场面就要来了吗？还以为女配逃过选驸马后就不用被关地下室了，没想到封丕陛下听到他去找江令洲的消息后，直接命暗卫把他抓了回来。接下来女配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周围黑漆漆一片，只有些许光线顺着缝隙溜进来。原来这就是谢无眼给我准备的地下室。弹幕映入眼中，我在心底冷笑，面上却不显。皇兄，是你吗？女配怎么会知道是陛下干的？正常反应不应该是被绑架了吗？女配不会是知道地下室吧？怎么感觉她在将计就计呢？怎么可能？这地下室虽然昏暗了些，可只要仔细看，还是能看到封丕陛下坐在床榻边的。话音刚落，我便被扯进一个强有力的怀抱之中，携裹着凶狠意味的吻落下，像是要将我揉进身体里。刹那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除了嘴唇上的那丝触感，再无其他感觉。谢无眼的目光漆黑一片，整个空间都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压迫。他质问道：不是说不喜欢他了吗？为何你又要去找他？你又在骗朕？我疑惑地拧眉，此时我已经顾不上多想，连忙拽下身上的玉佩。我是去问江令洲要回玉佩的，那是我母亲留给我未来夫婿的。如今我既已不再喜欢他，自然要将玉佩取回。谢无眼身体陡然一僵，似是没想到如此。他薄唇紧紧抿起，脊背紧绷得如同拉至极限的弓箭。韵韵，这下轮到我瘪瘪嘴，眸子里浮现出一抹雾气。皇兄，这是哪里呀？我闷得有些喘不上来气，你抱我出去好不好？我话音刚落，地下室的气压骤然降低。谢无眼并未立刻说话，他凝视着我看了好久，似乎在纠结犹豫，是放我离开，还是将我囚禁于此。我抬手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。皇兄，我们出去好吗？半晌之后，才传来谢无眼缓缓开口的声音：好。谢无眼站起身，动作略显僵硬地将我抱起，向外走去。什么情况？我期待已久的名场面呢？
女配2句话就把这么刺激的场景一笔掀过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？女配这么轻松就离开地下室了？不应该啊，疯批陛下哪能这么轻易就被哄好？我一直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你们说女配不会是能看见弹幕吧？我坐在龙椅上，谢无言小心翼翼地在他刚刚咬破我嘴角的位置涂抹药膏，神情有些不自然地望向我。韵韵，方才那处是朕平日喜欢独处之地，你别害怕，朕刚才是。皇兄，我并未害怕，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伤害我。女配这句话直接把陛下给吊成翘嘴了。陛下真能装，什么平日喜欢独处之地，他每天都要去地下室瞧瞧，在哪个位置和女配用什么姿势，他在脑海中都设想成百上千遍了。李公公进来禀报，启禀陛下，太后娘娘请您和公主前去用膳。他抬头之际，看见我坐在龙椅上，内心大为震惊。寿康宫内，我低头小口吃着桌前的菜，太后目光在我2人身上游走，忍不住笑说：“你们2个这是怎么了？以往来陪哀家用膳，总是说不完的话，今日怎么一个个都哑巴了？还有玉安那嘴角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捏紧筷子，试图想糊弄过去。回太后，太医说我近日有些上火。是吗？太后瞥了谢无眼一眼，看破不说破的笑了笑。哀家听闻你不喜欢江家与宋家那2个小子了。是的，太后，你如今也到了婚配的年龄，哀家有个侄子，相貌堂堂，品行端正，不如哀家为你们赐婚，你意下如何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谢无眼直接打断了这个提议。不可！沈之白整日沉迷于武学，一心想要上阵杀敌，根本无心成家立业之事。玉安嫁过去，岂非独守空房？太后嫌弃地看他一眼。那哀家还有个外甥，满腹才华，温润如玉，玉安肯定喜欢。哀家明日让他进宫来，你2人见上一面如何？不可！你那外甥马天才对古籍诗书痴迷到了极点，他曾当众出言，希望能和书籍共度一生，他更配不上运安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陛下干脆向太后说，他和女配最般配得了呗。太后明显是看出了陛下喜欢女配，在故意刺激他呢。太后带着满脸吃瓜的神情看他。陛下轻咳2声，解释：运安近几日没时间见您的外甥，西域派使臣觐见，筹备宴会之事，朕准备交给运安来办。我直愣愣地抬头，可我不会啊。陛下轻挑眉梢，早晚是要学的，就从这次开始吧。太后心照不宣，并未戳破他的那点小心思。接待使臣之事，通常是由皇后负责筹备。他登基已有多年，后宫却空无一人，以往都是他帮着操办。如今看来，这小子对玉安的感情是连藏都不藏了。自从我拿回玉佩后，江令周心里便十分慌乱。几日后，接待使臣的宫宴上，他突然拦住我的去路：“你近些日子为何不来找我了？江公子莫不是得了失忆症？本公主已经和你毫无瓜葛，凭什么要去找你？”江令周闻言，眉头紧蹙：“运安，我始终在等你向婉儿道歉。我仿佛听到了什么荒诞笑话。江公子还是将心思放在正事上吧。本公主听闻，自从相国辞官后，你在翰林院变成了虚职。”江令周脸上闪过几分尴尬之色，他叹了口气，抬手来摘我腰间挂着的玉佩。“别闹了，运安，我知道那日将你赶下马车，你受委屈了。可我明明让下人告知你婉儿晕车，让你多备点他喜欢的桃片糕，你却故意不做，我一时生气才会。我这就将玉佩重新戴上，免得你这个小粗包生气。”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躲开他伸来的手，怒声呵斥：“放肆！谁准你碰本公主的？且不说这桃片糕无人告知本公主，即便本公主知道，也没有给赵婉儿准备的道理。女配竟然不让江令周触碰玉佩，要知道上次他可是半哄半威胁，才让江令周勉为其难的同意佩戴的。惺惺作态，江令周主动来找他，这女配心里恐怕都乐开了花，表面上却还在这儿故作姿态。女配又开始挑拨离间了。她要是不想准备桃片糕，直说不想就好了，居然说不知道这件事。女配也不想想，江令周是会相信她，还是会相信赵婉儿？只有我的关注点不一样吗？
江令州一介臣子敢这么和公主说话，不就是仗着女配喜欢他吗？还让公主道歉，好大的脸啊！公主为什么不能道歉？要不是她没准备桃片糕，婉儿能一路难受的呕吐不止吗？真搞笑！你的意思是没有公主做的桃片糕，赵婉儿就不用出门了吗？江令州被我呵斥得愣在原地，一时间竟有些回不过神来。我冷笑一声，随即转身离去。宫宴正式开始，西域使臣献上舞蹈，他们赤足踩着鼓点旋转，金铃叮当。一舞结束，西域使臣拍手大笑：“陛下觉得我们西域的胡旋舞如何？不知天朝可有比这更美妙的舞蹈？那些软绵绵的宫廷舞蹈就算了，臣都看腻了。”在场之人皆听出了他话中挑衅的意味。陛下，听闻玉安公主舞姿超凡，何不让公主献舞一曲？说话的正是赵婉儿。女配舞姿超凡，这真不是捧杀吗？京城上下谁不知道，玉安公主就是个草包，一无所长。赵婉儿是故意的吧？她就是想让女配当众出丑。我虽然不喜欢女配，但赵婉儿今日的行为实在令人下头。今日这一舞，女配若是跳得不好，让天朝因她一人而颜面尽失，那她变成了朝廷的罪人。什么叫婉儿故意的？女配身为当朝公主，面对西域使臣挑衅，她不应该主动站出来吗？竟然还让赵婉儿替她开口，到底谁才是公主？女配享受了公主的尊荣待遇，还不想付出，哪有如此美事？我眉头微蹙，目光看了过去。赵婉儿不过是一介平民，怎会出现在这宴会上？大殿之上鸦雀无声，诸位大臣皆看向我。我从容起身，说道：“皇兄，臣妹愿一试。”我持剑而舞，随着乐声响起，长剑应声出鞘，与乐曲完美相融。剑锋凌厉地划破空气，发出清越的鸣响。曲子渐入高潮，我的剑势也越来越快，剑光在空中画出完美的弧度，落地时剑尖直指使臣的方向。使臣额头顿时下出层层冷汗。公主剑舞精妙，臣心服口服，天朝果然能人众多。他毫不怀疑，倘若这是真刀真枪的对决，自己早已命丧黄泉。我缓缓收剑，说道：“献丑了，天朝剑舞讲究形神兼备，剑意合一，虽不及西域舞蹈那般炫目，却自有其独特韵味。”宋昭看傻了眼，他没想到我还会这般舞剑。江令州心中烦闷，不停地喝酒，看到我舞剑时完全忘记了饮酒，冷峻的眉眼染上笑意。这真的是女配吗？她的剑舞既有将士出征的豪迈，又不失女儿家的灵秀，与乐曲完美融合，给我看得目瞪口呆。江令州的酒杯掉在地上，酒水洒了一身，他都没有察觉，完全被女配吸引住了。以往宋昭看见女配眼底满是厌恶，连看她一眼都觉得恶心，可刚才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女配看。陛下龙颜大悦，好。月安公主巾帼不让须眉，赐南海明珠一壶，云锦10匹，御制金步摇一对。多谢皇兄。赵婉儿看向江令州和宋昭，他们两人目光皆落在殿内那抹纤细的身影上。赵婉儿眉眼间闪过一抹恶毒之色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使臣走到大殿中间，双膝跪地，启禀陛下，此次微臣前来还有一事相求，臣代表我们可汗求娶贵国玉安公主为大妃，恳请陛下恩准。我浑身僵硬地愣在原地，和亲2个字如同晴天一声霹雳砸在我身上。赵婉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个惊喜，顿时勾唇一笑。宋昭眉头紧皱，怒而起身：“不可，陛下！月安公主金枝玉叶，岂能远嫁塞外？”使臣不满地看向宋昭：“陛下圣明，只要能迎娶玉安公主，可汗愿献上5座城池、100匹汗血宝马以及千金美玉。”宋昭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话中带着锋芒：“西域风沙寒苦，如何能配得上玉安公主？况且玉安公主已有妇。”没等他把话说完，陛下打断了他的话：“玉安公主出身重臣之家，其父为我朝立下不朽功勋，朕早有旨意，立她为后。只因玉安年纪尚幼，册封之事才一直搁置。”刚刚宋昭是想说她是女配的驸马吧？听到女配要和亲的消息，江令州和宋昭同时露出担忧神色。
没想到这次率先站起来反对和亲的竟是宋昭，要知道他可是最讨厌女配的。陛下直接当着众大臣的面册封女配为后，如此一来，既不用让女配去和亲，还直接给自己搞了个名分。陛下的话音刚落，满朝皆惊。宋昭满脸难以置信地看向我，我同样目瞪口呆地望着皇兄。使臣轻叹一声，原来如此，那臣便回去向可汗如实禀报。宫宴结束后，江令周满脸焦急地拦下我。我知道陛下此举是为了替你解围，咱们现在就去陛下面前说清楚。只要你不为难赵婉，愿意让他以平妻的身份进门，我们即刻成亲。江令周是疯了吗？他一个区区七品小官，竟然要求公主接纳赵婉为平妻。本以为女配是一无是处的草包公主，没想到她竟然会舞剑，还舞得那么好，和传闻中完全不一样。女配自小和陛下一起长大，琴棋书画剑无一不通，只是后来喜欢上江令周和宋昭后，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他们身上，耽误了功课罢了。女配赶紧答应吧，江令周好不容易愿意娶你，别再墨迹黄了这场婚事。就是啊，难不成她还真想嫁给陛下做皇后吗？宋昭一路小喘着跑过来，急不可耐地开口。等西域使臣离开后，我就去求陛下给我们赐婚，但前提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以后不准再为难婉。我的天，女配今晚得高兴疯了吧？2个竹马同时求娶她，女配会选择谁啊？我太好奇了。女配今晚肯定纠结到睡不着觉，不知道该选择嫁给谁。女配应该会嫁给陛下吧，毕竟都已经当众宣布她是皇后了。按照封批陛下的性格，女配若是不嫁给他，肯定会被再次关进地下室。我觉得不一定，女配一直想嫁给江令周和宋昭，如今2人好不容易松口，她哪怕以死相逼，也会求陛下给他们赐婚的。李公公笑眯眯地走出来，显然是在这里偷听一会儿了。皇后娘娘，陛下在前面玉湖边等您。听到这个称呼，江令周和宋昭脸色瞬间难看到极点。谢无眼负手而立，站在玉壶前，一身暗黑金线龙袍，薄唇紧抿，携着与生俱来的尊贵与威严。运安，从你8岁那年来到母后身边，朕就喜欢上了你。那时候你小小的一只，整日哭个不停，朕还特意为你制作纸鸢来哄你开心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皇兄给我做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纸鸢，险些将我带飞上天，幸亏母后及时发觉，不然我怕是不能站在这里了。皇兄还给我煮过瘦肉粥，结果米是最后才放进去的，我喝的时候还给掉了一颗牙。谢无眼，他轻咳一声，不想再提那些糗事。思虑片刻，谢无眼还是决定坦白地下室。那日你醒来看见的地方，是朕特意准备的地下室。这几年你一直跟在他们身旁，朕嫉妒不已，不止一次生出想将你囚禁起来的念头。那日朕听闻你又去找江令周了，一时怒不可遏，命人将你抓了回来。运安，朕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倘若你还想嫁给他们，等西域使臣走后，朕愿意为你赐婚。谢无言紧张地攥起手掌，我冲他淡淡一笑，皇兄，地下室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，我愿意嫁给你，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。谢无眼身体明显愣住片刻，运安，你当真想好了吗？我点点头，谢无眼高兴地将我抱进怀里，哪还有半分帝王的成熟稳重。女配果然早就知道地下室了，那日我就感觉她不对劲，虽然她嘴里说着害怕，眼神里却毫无惧意，原来女配一直在演戏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女配竟然选择了封批陛下，我还以为她会从江令周和宋昭2人之中选择呢，或者全都收进公主府里。那2个人有什么好的？他们娶女配的条件是不准为难赵婉，真以为女配非他们不可啊？哪来的优越感？笑死我了！女配小时候吃过最大的苦就是陛下的苦，差点被纸鸢带飞，喝瘦肉粥掉牙。我想起那日谢无眼在地下室说的话，你那日说我又骗了你，我什么时候还骗过你？谢无眼沉思片刻，上辈子，你可能会觉得荒谬，可朕真的有上辈子的记忆。上一世，朕给你和江令周赐婚了，本以为你能得到想要的幸福，然而婚后江令周从未主动关心过你，
后来甚至搬出府去，和赵娃另成新家。你整日郁郁寡欢，身体状况急转直下。你说过会等朕带太医过去，可等朕赶到时，你已香消玉殒，所以朕才骂你是个骗子。所以这辈子朕不愿意放手，哪怕是将你关在地下室，朕也不愿意你重蹈上辈子的覆辙。没想到你这辈子还挺清醒的。我小声嘀咕，那还不是多亏了弹幕提醒。谢无眼没听清楚，什么？我摇摇头，用手摸了摸手臂。没什么，夜晚湖边太冷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咱们这2个字听得谢无眼心花怒放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这2人之间，一个拥有上辈子的记忆，一个能看见弹幕。卧槽，我就说女配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聪明了，她果然能看见弹幕。女配啥时候能看见的？不对啊，女配为什么能看见咱们说的话？所以女配不选择江令周和宋昭，是因为我们给她提了醒。我和谢无眼这件事，要说最开心的人是谁？莫过于太后了。她得知这件事后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当即赏赐宫中上下，还亲自盯着大婚的一切事宜。终于盼到无眼这孩子娶妻了。大婚前夕，我回到旧时府邸待嫁。谢无眼一直留着父母在世时的那些下人，这里被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我前往祠堂，告知父母我即将成亲之事。这时下人前来禀报，说有人闯了进来。江令周，我知道，我一切都知道了。那日是赵婉将我派去的下人叫了回来，你并不知晓陶片膏之事，是我错了。我不应该赶你下马车，更不应该让你徒步走了5个时辰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即刻便去恳请陛下为我们赐婚，让我成为驸马。宋昭，我已将赵婉送走了，她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也会去求陛下赐婚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这辈子绝不纳妾。我眉头紧皱，已经晚了，本公主对你们已无好感。追风、宋克。追风是谢无眼的暗卫之一，那天就是他将我劈晕的。江令周难以置信我会突然不爱他了。你喜欢我这么多年，不可能说不爱就不爱的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这样行不行？我也徒步走上5个时辰，只要你能消气。我已将赵婉送我的定情信物还给他了，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重归于好，行吗？宋昭甚至提出愿意2夫共侍公主。谢无眼担心我的安危，府邸周围全是暗卫，我直接让人把他们扔出去。府邸终于清静了。追风回来后，邀功似的和我汇报，皇后娘娘属下将他们劈晕，扔到后街的巷子里了。我似笑非笑，追风，你手劲挺大啊，那天劈晕我的那一掌，我脖子酸痛了好几天。追风，帝后大婚那日，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我身着凤冠霞帔，金丝绣凤的嫁衣，威仪数丈。礼官高唱，及时到，百官伏拜，钟鼓齐鸣，祭告天地，饮酒合卺。江令周和宋昭2个人跪在队伍末端，抬头看着我一步步走向谢无眼，心如刀绞，双目猩红。谢无眼掌心的温度透过嫁衣传来，浑厚低沉的声音响起：朕以天下聘卿，今告宗庙，此生不立后，不纳妃嫔，后宫虚设，唯卿一人。他的话音在天地间回荡，在场之人无不震惊。100年间，从未有帝王在太庙立过此等誓言。洞房花烛夜，龙凤喜烛高燃，映得殿内满是生辉。谢无眼亲手替我卸下凤冠，指尖拂过我的脸颊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：朕终于娶到你了。我拿出玉佩，样样一笑。母亲说，待我日后遇到想相伴一生之人，便将玉佩送给他。谢无眼紧握那枚玉佩，像是对我承诺，又像是对我失去的父母承诺。我日后一定每日都带在身上，此生绝不负你。他俯身而下，密密麻麻地吻落在我唇间，指尖挑开嫁衣，龙凤喜烛爆了个灯花，映出他眼底翻涌的暗潮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